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下午乘专机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在习主席下榻的酒店附近，众多俄罗斯青年和中国留学生、中企员工、华侨华人热情挥舞着两国国旗，热烈欢迎的口号同俄语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深圳卫视专访了在现场的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李宗伦旅居俄罗斯30多年。2013年，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俄罗斯时，李宗伦也曾在现场亲眼见证中俄元首互动。而对于这次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李宗伦注意到了哪些特别安排？在他眼中，中俄两国元首的密切互动又为双边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这次呢，有很多地方与往日不同。这一次出现了中文的广告牌，在这个很多的大屏幕上，在机场的这个路上，这个是往日欢迎国家元首所没有的，这次我觉得是第一次，特别的让我感到确实是感到很亲切。往日我们去欢迎的时候嘛，都是拉着标语啊，热烈欢迎啊。基本的成员嘛，都是你比如说莫斯科的华人华侨、中资公司、留学生啊，以及这个在华这个工作的一些华人呢，还有一些老华侨。这次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一半以上的欢迎队伍是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年轻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感触非常深，证明俄罗斯和中国的这个友谊啊，正在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也就是说，俄罗斯政府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俄罗斯的青年人对中国的这种热爱。习近平主席这次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是10年来的第9次，也是习近平主席继续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2013年，习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也是来到俄罗斯。回忆起10年前习主席的那次访问，李宗伦记忆犹新。正是在那次访问中，中俄两国共同签署了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的补充议定书，确定对中共6大会址进行修复。习近平主席还出席了中共6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习主席非常深情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遗址的启动修复工作得到了普京总统的大力的支持。普京总统说，我们从莫斯科州把这块土地买了，把这块地方买了以后呢，归联邦所有。那么我们联邦呢，把这块土地租给你们，租金1年1个卢布。而且普京和习主席的私交非常好，这已经不是秘密。对于此次习主席访问俄罗斯时间点的选择，李宗伦认为还应该放在当前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分析。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我们有自己的观点，我们有自己的大国的独立性，我们有自己大国的担当。那么同时呢，也释放出一个信号，中俄关系牢不可破，是稳定的，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俄罗斯的媒体呢最近报道的比较多，说习主席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这个节点上来访问俄罗斯，是证明了俄中关系的这种牢固和强大。外界注意到，在习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俄两国元首在对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上分别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种外事礼仪的同频共振十分罕见。习主席在文章中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化考验，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国正确相处之道。您会如何理解相处之道的深刻意涵？咱们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伴而不盟。还有加上中国的这个3不政策，是吧？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所以这样的这种相处之道，我认为呢，相互之间都留下了足够的战略空间和自由度。每一个国家都有每国家的国情，每一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的利益，核心利益，每个国家都有美国国家的红线。任何一个国家互相之间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如果
只接伙伴不接同盟，就给了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国家很大的这个自由度。那么在您看来，中俄两国的这种相处之道，就是给彼此很大的自由度，在俄乌冲突延宕超1年的大背景下，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中国还是坚持它一贯的原则，是吧？坚持一贯的原则就是劝和促谈。同时呢，中国也向世界呼吁，把自己的这个主张公开的，就是向世界来公布。那么这次的这个习主席的这个访问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程度上呢，要对这个问题，要做出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国的一个担当和姿态。第一点，向世界来宣布，中国愿意作为世界国际大问题的这个解决者，中国也具备了来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能力。刚刚这个在北京，这个促成了伊朗和沙特这样的两个宿敌吧、宿仇这样的一个握手言和，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给了这个西方世界是当头一棒。第二，他现在还和欧洲，包括乌克兰，包括美国吧，还有一些西方国家保持着正常的这样的一种国际关系。虽然不能够像这个解决伊朗和沙特这个问题这样的迅速，或者是这样的快捷，但是呢，一定会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中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外界还注意到，在习主席访问俄罗斯之前，普京总统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特别提及，我们优先方向之一是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更是用了大篇幅提及中俄两国的经贸关系。李宗仁认为这十分罕见。多少年以来吧，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贸易吧，一直是不是很顺畅？这主要是受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些西方的干扰吧，也就是俄罗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也没有定位，来真正的和中国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样的合作。经过普京总统的这次的讲话，我感觉到他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比较领悟到了现在这个提出10年前提出的这个"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方针和这个大的这个建议的这个正确性，以及这个事情与俄罗斯息息相关。如果说以前他们还是在摇摆的话，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下了决心，要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包括前些日子传出的共同开发西伯利亚呀，还有这个东方的一些合作项目啊，还有这个像中国这个给了中国很多很多的就是合作的这种机会啊、可能啊，这原来都是不可想象的。确实，这10年时间里，中俄最高领导人会面40次，两国元首政治交往始终保持着高水平、高频率、高质量。那么，在您看来，元首在中俄两国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引领作用？在俄罗斯的人来说，他们也认为他们的总统和我们的主席之间的这个关系好，那么直接带动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就一个大家庭一样，是吧？这个家长这个关系特别密切，这个家里的成员这个关系也都特别的这个密切吧。就是普京总统和习主席之间的这种元首外交，我觉得非常潜移默化，非常自然。两个人呢还经常在一起，研究这个烹调啊，做饭呢，谈俄罗斯的煎饼啊，怎么着，看起来这个事儿小小不然，但是呢，从各个方面来讲，不但拉近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更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啊，我觉得这一点来说，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